新加坡这座现代化城市以金融科技闻名，同时也是亚洲夜生活的重要中心。曾经的克拉码头、新加坡河畔、泊船码头是游客与本地居民的聚集地，这里的酒吧和夜店里充满了欢声笑语。然而，2025年的今天，这里不再如往昔繁华，高昂的运营成本、疫情后的消费习惯转变，加上禁酒令的严格实施，让新加坡的夜生活逐渐沉寂。酒吧街的霓虹灯仍在闪烁，却少有人驻足，多个商业场所都在艰难谋求生存。最近，为应对这一困境，新加坡政府迈出了大胆的一步，决定松绑长达10年的禁酒令。夜间经济的复兴充满期待，但能否真正让沉睡的河岸苏醒？松绑的措施是否真的有效？我们接着往下看，第一章政策变革历史：禁酒与闹市。新加坡政府早在2009年就开始针对酒精消费进行管控，当时的禁酒令是为维持社会秩序设立的深夜禁令，要求每晚10点30分至次7点禁止公共场所饮酒。随后2015年政策进一步升级，所有夜间场所被要求严格遵守酒精交易的时间限制，令许多原本热闹的夜生活场地陷入低迷。这些措施虽有效减少了因醉酒引发的滋扰问题，但也让夜间经济蒙受了沉重的损失。2015年到2022年，新加坡夜间娱乐场所营业额从6.7亿新元降至2.8亿新元。从数据看，政策对社会治安确实有帮助，但也严重削弱了产业发展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增量衰减并没有停止。这一次，政府启动1年试点松绑政策，是否会扭转局势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，第二章试点计划的概要与出现反应。今年8月，新加坡政府对夜间经济迈出了复兴的第一步。这项试点计划赶在公众期待中正式启动。核心措施包括允许克拉码头、泊船码头、沙球廊路等地的酒吧和夜店延长酒精供应时间至凌晨4点，比此前多了整整1小时。同时，这项政策开放了部分区域新增酒吧、夜店的营业执照申请，鼓励新业者进入市场。夜间场所总会会长龙田宏表达了审慎乐观的态度。对我们来说，延长售酒时间是一个机会，客流停留时间越长，消费额就可能提升，尤其是周末黄金时段。数据表明，仅试点政策实施的几周内，已有6家酒吧快速提交延长营业时间申请，且区域内已有数家新酒吧完成准证申请。那么，仅仅多1小时的政策改变，是否能真正带来提升？我们接着往下看，了解夜间经济复苏的深层挑战。第3章，禁酒令松绑真能拯救困境吗？试点计划公布后，虽然商家们纷纷开始尝试，但经营者普遍认为，仅仅延长营业时间不足以解决当前困境。首先是运营成本居高不下。数据显示，许多酒吧租金已经涨到每月超过5万新元。同时，人力资源短缺让许多场所依赖兼职员工，服务质量与客流承载能力始终无法提升。而疫情后的消费习惯也给夜生活带来冲击，不少消费者选择家庭娱乐、线上互动，夜场本地顾客明显减少。某酒吧经理直言不讳，大家都希望政策能引起效果，但问题是其他成本挑战依然存在，让人压力倍增。能够看到，困境的解决不仅关乎政策，更需要消费者行为转变，也需要商家以创新突破来吸引更多人。接下来，我们看看周边国家如何用政策和创意改变夜间经济格局。第4章，比拼周边国家的夜间经济。与新加坡的谨慎试点政策相比，东南亚邻国已经在夜间经济领域迈出更大步伐。在曼谷，2023年政府将夜店营业时间延长到凌晨4点，直接带动了旅游收入的迅猛增长，达到了44%的增长幅度。而胡志明市则依靠极具竞争力的价格，吸引了一批预算有限却热情高涨的年轻顾客。例如，在胡志明市，1瓶啤酒约4新元，出租车5公里成本2新元，再加晚餐6新元，算下来总共才12新元。而对比新加坡，单杯鸡尾酒就高达22新元。新加坡的挑战不仅是服务成本更高，还缺乏吸引不同收入阶层消费者的解决方案。眼下，面对周边邻国的强劲竞争，新加坡如果想显现优势，必须做到差异化，尤其是文化与体验上的创新。商家是如何尝试的呢？接下来我们深入探索。第5章，文化驱动与安全保障，夜经济复兴的2大支柱。相比于单纯延长营业时间，商家们越来越认识到，提升夜间经济活力更依赖于文化驱动。许多商家正在尝试推出主题活动，比如现场音乐、跨界艺术展览，甚至沉浸式戏剧体验。这些活动不仅能够吸引更多消费者参与，还能成为新加坡独特的夜间文化卖点。不过，文化创新只是复兴夜间经济的一个方面，
另一个方面则是稳定的安全保障。为了确保措施进展顺利，政府联合区域商家组织启动了加强安保的计划，包括联合巡逻、区域监控系统升级，以及改善夜间公共照明等重要基础设施。这些努力不仅降低了醉酒滋扰的风险，同时也提升了消费者的安全感。政府的平衡方案其实不单是保障政策的效果，更象征了新加坡在安全与开放之间的一种文化态度。那么，安全与文化两者结合，是否能真正拉动夜间经济的全面复苏？答案值得我们持续观察。综合来看，夜间经济复苏并非易事，政策松绑是一方面，但它需要创意、文化推动、消费者行为转变，同时还需要政府的长效管理和支持。新加坡的夜生活政策有可能成功吗？除了延长售酒时间，你认为复兴夜经济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